偏远一方的福建，这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没有拳皇江湖的纷扰，玩家们安静地研究自己的打法，就像是那些不论世事的僧人，每天尽职尽责，只是为了迎接一位神人的出世，来颠覆拳皇97届。在2010年惊艳萧山的比赛结束后，KYO 无论是网站还是街机都几乎不碰了。玩游戏毕竟不能让他获得世俗社会的认可，毕竟当年的直播行业还没有兴起，玩游戏买不了房子，开不起车子，也娶不到妹子，因此重心重新回到事业上也是明智之举。然而吴志辉由当年承载全国玩家希望斩杀恶龙的少年，已经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新的恶龙，一时间在全国各地战火纷飞。福建当地的玩家仿佛收到了神谕，几次三番的邀请 KYO 再次出山，因为退出网站前，他就是最有可能打败吴志辉的人。KYO 也很讲义气啊，重新出山。但是拳皇这个游戏特别依靠手法操作，所以他每天下班就去游戏厅和一帮兄弟们练习。那正好是2011年吴志辉对战沈阳之后，高高在上的吴志辉完全没有察觉一股神秘的力量悄悄地进入了 KYO 的身体，开始蔓延。那种力量 KYO 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，但却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义务要去面对吴志辉这个大 boss。而且这次 KYO 要面对的恶龙比以往的都要强大得多，以往的恶龙都是区域性的，而这次吴志辉不仅霸占网络第一人多年，也从陈文俊和沈阳众人手中接管了线下皇帝的桂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众粉丝的倾力支持，他还擅长利用第一人的优势各种打压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。因此 KYO 的复出之路一定是一场危险之旅。不过福建玩家一直就有一种团结坚韧的性格，既然发了那条信息，就没有想过后路，爱拼才会赢嘛。2012年1月3日，注定是载入拳皇97编年史的一天， KYO 复出对战吴志辉。无论是吴志辉本人还是全国的其他玩家，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吴志辉屠杀对手的表演赛而已。以前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什么河南第一啊，西安第一啊，湖南第一啊，等等，都带着大家的希望去反抗吴志辉。然而每次的结果呢，都是腥风血雨。晚上比赛很快开始了，久违的两人一交手，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熟悉的是那种凶狠难缠的八神，稳定坚韧的大猪，一击毙命的大门又回来了。而陌生的是，这次这么久不玩的 KYO， 非但完全没有技术退步，甚至打法跟不上时代的感觉，而是 KYO 全新的诡异打法，在与陈文俊或者东北玩家战斗时都没有过的。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比赛，通过游戏角色的打击感，一次一次传递到吴志辉的指尖，震撼着他的神经。吴志辉打得越来越吃力，他已经好久没有用神乐排头的仙人模式了。他坚定不移地认为，用八神排头就可以打爆一切高手。神乐排头的仙人模式其实也属于赌命打法，属于高风险高回报那种。如果把对手第一个人 K 下去，很容易直接打穿对方的后面两个人。但如果首发的神乐输了，自己也会陷入困境。从以前的对战经验来看，吴志辉的八神经常对不过 KYO 的八神，但他的大猪当年经常和秦红磨练，比起 KYO 是有一定优势的。但这次复出之战，八神大猪全面落下风，而神乐经常被残血的大门翻盘。况且 KYO 可不是河池那种三板斧玩家，药效一过就萎了。KYO 当年可是和吴志辉天天搞基到深夜的人，持久力方面绝对没有问题。吴志辉虽然一直在追比分，可面对 KYO 这个全世界最了解他的人，依然有点无计可施。最终比分定格在了20-17， KYO 战胜了吴志辉。拳皇97届毫无意外的炸了，大家都如同雨后逢甘露一样欢喜雀跃，因为除了河池以外，
终于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在抢20这种长局比赛当中击败吴志辉了。是的，你可以说吴志辉轻敌，说没有神乐排头，说2P 大猪处于劣势，反正就是各种找借口不承认失败。但必须承认 ，KYO 对吴志辉造成的压力是史无前。神乐排头的仙人模式和8神排头的普通模式交替变换。不过，就像当时何池想用掉线来重置梦开一样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小聪明都是没有卵用的。吴志辉依然被一次又一次的吊打，一连好几天，吴志辉在抢20的比赛上不知不觉竟然连输了7场，包括吴志辉本人在内的所有玩家脑子里边的反应都是：我勒个去！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做梦啊？这结果有点不科学啊！这个时候最开心的当然是福建众玩家，因为 KYO 的很多技术其实不是他个人原创，而是福建众人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。KYO 是背靠着福建玩家共同研究的技术打败吴志辉的，他把这些技术通过自己的实力打出了福建，走向了全国。这时，吴志辉以及90%以上的玩家当然觉得 KYO 打赢的不是满血版的吴志辉。依然，他们给吴志辉的失败找到各种借口。下一次两人的抢20大战，他将会拿1P，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2P输给了 KYO， 这场他要全力以赴。晚上，所有的人都凝心静气地观看这场对决，最终的胜负新皇登基。比赛开始了，这次满血版的吴志辉确实打出了好久没有的局面，全程领先，并最终拿下了 KYO。这时，准备为 KYO 欢呼的人闭上了嘴。看来吴志辉依然能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打败任何人。不过，你以为就这样吗？那你太小看 KYO 了。但是老子不服气，继续干。紧接着，第2场抢20又开始了。这次 KYO 打法上做了调整，一路领先。感觉吴志辉一直都是被 KYO 的节奏拖着走，一直都在见招拆招。而不是 KYO 这样主导着整个比赛，即使吴志辉能赢，也感觉十分吃力，但一输就是一溃千里的感觉。而且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吴志辉每当眼看要输的时候，就不愿继续耗下去，直接放弃了。而 KYO 完全不一样，即使是残血，还会全力以赴的去打，常常能打出让人匪夷所思的翻盘。而吴志辉仗着自己的实力，眼看着要输的时候就消极乱打，因为他觉得输1分无所谓嘛，下一局认真一点就可以打回来了，没有必要一点血也在那里努力翻盘吧，只要总分赢了就可以了。但是 KYO 走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，每一局都当做最后一局去战斗，这无形之中大大锻炼了 KYO 在关键对局时的心态。以后遇到的每一次 S 战都是 KYO 的主场，因为他一直在磨练着永不放弃的心态，机会总是留给 KYO 这样有准备的人，而这也是他最让粉丝们印象深刻、津津乐道的拳皇画面。这场对决毫无悬念，复制了前面7连胜的感觉。吴志辉再次被 KYO 击溃，难道拳皇97届真的要改朝换代了吗？虽然大家都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但 KYO 确实是在第1轮的交锋当中占尽上风的。虽然每场比赛的分差都不大，但胜利每次都站在同一个人身边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我们了吗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，KYO 来者不拒，就好像征服一个帝国，直接把国王吴志辉给打爆了。然而，这种模式的副作用是他手下那么多的将士还不服呢。虽然暴君吴志辉常常欺压他们，但是实力上他们确实服气。他们凭什么要相信 KYO 也有这个实力呢？各式各样的玩家开始和 KYO 对战，然而结果却有点意外。很多一线玩家和 KYO 交手的感觉是，确实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高手，但是真的只是比较厉害，没有感受到吴志辉那种压迫感和绝望感。即使输了，也感觉有机会能够赢的。因此，当时很多玩家都让 KYO 翻车了。当然，也可以说 KYO 对各种各样的打法还不太熟悉，应对方法不足。但当时主流玩家对 KYO 的评价就是还不错，但远远没到吴志辉的那个程度。福建玩家当然觉得很郁闷了，为什么有实力却得不到你们的认可呢？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抹杀别人的成绩呢？其实我觉得这真是他们想多了，这个再正常不过。
任何一个时代的过去都不是轰然倒下的，大家的思维模式转变没有那么快。何况吴志辉是从那么多年最初的毛头小子红孩儿一路打过来，去到了全国各地，把当地玩家挨个打服。现在就凭这几场网战的胜利，就想颠覆人们长年累月的固化想法，很多人心里是肯定接受不了的。而由于 KYO 在对阵其他玩家的时候成绩并不出彩，只是说胜率比较高而已，因此打败吴志辉坐上第一人的位子，简直就是一步登天。没有吴志辉那么扎实的经历，导致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KYO 的突然出现击败吴志辉，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秀，两人合伙表演了一场双簧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事件变得合理。那么要揭开这个谜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实力最接近吴志辉，并且也绝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演戏的人来和 KYO 打一场就可以了。而谁在这个方面最有经验呢？被云南王陈露穿透心脏的网战第二人何池，肯定是当仁不让的选择了。所以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来自广西的何池 VR。